魏无羡蹲在藏书阁里找一本阵法古籍，不慎撞倒一套史书，书落地，掉出一页泛黄的纸，上书取词谄媚，交乱易清，谄媚者为得个人利益，不惜取悦他人。这黑衣青年自顾自笑了一下，弯身收拾散落的书页，心道：对象是蓝湛的话，我愿意交乱，随便他怎么胡搅蛮缠都好。相伴的日子幸福无匹，时间流逝的飞快，转眼又是一年上元节，新年刚过，蓝忘机与魏无羡便受托远行至姑苏以南60里一处小村落除岁。返回采邑镇时，正逢镇上的上元灯会。这日天气晴好，黄昏时，街道两旁商家俱挂上红色彩绘灯笼，争艳的喜红色整路排开，赏灯人潮络绎不绝，又有许多小食摊贩在旁叫卖。猜灯谜的摊位和杂耍艺人、吆喝表演什么的，很是热闹。哎，今天真多人！魏无羡好奇地眺望前方，他的目标是不远处的天子笑酒家，但那店门口似是摆上了好几张长桌子，不少人围观，也不知何事。看看，蓝忘机一手虚揽黑衣青年的肩膀，缓步往前迈去。前者自带陌生人勿近的漠冷气场，就算行道闹市，路人似乎会下意识避开他至少半尺距离，仿佛有看不见的手在分拨人群似的，十分神奇。魏无羡乐得让他带着走，片刻便来到天子笑酒家的店门口。这下就知道这酒家在热闹什么了。酒家门口摆了一张架高的木桌，置放不少礼品，但最打眼的是一坛7斤的天子笑，上头贴了一张喜气洋洋的红纸，上书首奖。哇！魏无羡颇有兴趣地看了看，问站在长桌边的酒家伙计：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那伙计认得魏无羡和蓝忘机，前者是常客，后者更是10里8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寒光仙君，连忙施礼，并喊来自家掌柜。中年掌柜一见寒光俊亲临，眉开眼笑解释道：逢上元佳节，镇上的商家联合举办了一个捏元宵大赛，而这坛金灿灿的天子笑则是在下私藏的陈年佳酿，只此一坛便拿出来充作奖品之一，与民众同乐。魏无羡大笑着说他要报名，让伙计领着去参赛处登记，而掌柜更是搓着手商请韩光俊当一回评审，求个平安好运。蓝忘机转头望着那人摩拳擦掌的兴奋模样，便从乾坤袖中取出一串流苏玉坠，此物乃是云深不知处门人出外夜猎布阵常用的消耗品，玉料虽非顶级，却贵在雕刻成卷云纹形状的玉坠上以篆体小楷密密麻麻刻满符咒，俗世并不多见，可谓珍品。蓝忘机将玉坠交给掌柜，解释道：此物为姑苏蓝氏平安玉符，悬于家中，可辟邪挡煞，请充作赛事彩头。掌柜欣喜接过，换来伙计给彩头清单的纸上再添一笔，又恭恭敬敬将蓝忘机请上了评审席。造型元宵大赛于是热闹开场。说起来，这造型元宵大赛嘛，无非就是发一小块白色糯米团给每位参赛者，让他们揉捏成形状，十分简单。末了还能投进大锅里煮了配糖水吃。彩头在前，参赛者众多，老少皆有，纷纷站在长桌前，面对自己那块平凡无奇的糯米团子，绞尽脑汁。魏无羡倒是没什么悬念，拿着半个巴掌不到的糯米团，就开始捏兔子耳朵，再弄来一点红曲色料给兔子点上眼睛。他手艺不能说是差，至少看得出是只兔子。只是或许邪祟见多，符篆画多，他捏出的那只白兔眼睛瞪大，泛着血光，表情仿佛凶尸般狰狞僵硬，很快完成了十分写实的一只僵尸兔。参赛群众也有捏兔子造型的，圆滚滚、长耳朵，造型乖巧，比起魏无羡那仿佛从18层地狱爬出来的兔子可爱得多。但魏无羡还是满意自己的作品，大大方方将兔子往小碟一摆，签下自己的大名。这一边，长桌上除了蓝忘机以外的2位评审陆续见到这些造型元宵作品，挨个品头论足一番，忽然看到魏无羡那只僵尸兔，神情难免有些扭曲。评审某甲表示：评审某乙道：这是兔子吧？他尴尬骚脸，转头问仙气飘飘的韩光君：仙君怎么看？蓝忘机几乎是不假思索道：造化新颖，才华洋溢。某甲小声对某乙道：我看起来那兔子像中了邪。某乙也小声对某甲道：吃不下去，这看在仙君的面子上，您老要给几分呐？某甲犹豫不已。蓝忘机直截了当对计分员道：10分。众评审一片沉默，
某甲偷偷去了一眼白衣仙君霜雪般的脸色，十分狗腿地举起面前的评分牌10分。某乙不得已，惨不忍睹道10分。魏无羡顺利赢得金灿灿的陈年天子笑，眉开眼笑地拉着韩光君走了。幸好第2奖是韩光君所赠的姑苏兰氏平安辟邪符，故而获得2奖的参赛者也非常满意，这场赛事便顺利落了幕。为此事耽搁，两人回到云深不知处时，堪堪赶上宵禁，总算是没让蓝忘机犯规。不过他今日注定犯别条家规。魏无羡在庭院里的石桌上排开2只剔透的白玉杯，一杯真酒，一杯倒茶，问道：虽然天子笑也不贵，但彩头嘛，喝起来感觉特别香。佳节良宵，又有美人相伴，韩光君陪我喝一杯。蓝忘机略迟疑，仍是颔首接过白玉杯。魏无羡给他的是温茶的那只杯，却狡猾笑道：蓝湛，你说实话，我文采如何？蓝忘机沉吟片刻，似是没找到合适的描述。魏无羡凑近他耳边，小声暧昧道：我高兴了，可是会亲你的。蓝忘机饮尽茶水，放下玉杯，看向他的眸光比月光更柔和，温言道：你文采甚佳，有王谢之风。魏无羡极为满意地点点头，在他泛红的耳垂上轻轻一吻，又问：我相貌如何？这次蓝忘机流畅回答：俊逸风神，翩翩潇洒。魏无羡拍着大腿狂笑：哈哈，不敢不敢，怎比得上韩光君美如冠玉？那我修为如何？蓝忘机认真道：轻功高绝，内吸精纯。说完，他取过桌上的酒杯，矜持地仰头饮尽。意识模糊前，他听见黑衣青年笑道：哎，这可是没醉时候说的。蓝忘机是听见碧晨出窍的声音才醒来的，那人在月下舞剑。夜里起雾，将一袭修身的玄色舞服拢在模糊的光晕里。青年像是有些醉，懒洋洋地足踏七星钢步，银白的剑身随着重心平指，渐渐一脱酒坛。只见酒坛打着旋飞上半空，又被一手灵巧地接住，杂耍似的，却带着那人举止特有的疏狂轻慢，随性将坛口凑近唇畔，仰头自饮。见他醒来，偏头朝他一笑，眼角上挑的瞬间，如漫山桃花乍然绽放，月光顿时失色，冰消雪融，冬季骤退，迎来春日烂漫。蓝忘机忍不住站起身，着魔似的往他行去。魏无羡大步迎上他，把天子笑酒坛往他怀里一塞，同时碧晨剑利落回鞘，发出清亮的剑鸣声。魏无羡嘻嘻笑着去点他的鼻尖，故意道：家规第17条，不可谄媚。蓝湛，你今天可是犯规了，要罚。蓝忘机诚恳道：愿领罚。罚你陪我喝酒。陪。青年取来酒坛，仰头喝了一口，往男人的唇缓缓凑近。欲念像闷在地里的火，低温绵延燃烧，在漫长的灼痛中，将粗陋的泥胚淬炼成光润的瓷器。为情所困，这便是他此生心甘情愿受的罚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